海棠，是谁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青青，朗青青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上次我就警告过你，不要在三更半夜穿成这个样子装神弄鬼的。怎么你还故伎重演了是吧？告诉我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说！我就跟大嫂开个玩笑，不行啊？开玩笑？你现在小年纪还学会撒谎了是吧？啊！你要觉得这样好玩的话，那我就把你头发剪了，让你出不了门。月明，别这样。大哥，我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为了这个女人来欺负我呢？我不是欺负你，我是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海棠开这种玩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哎，月明，他就是个孩子，你别对他这么凶嘛。不会，我只是想警告他一下而已，希望他下次不要再这样吓唬你了。对了，没吓坏你吧？哦，我没事。好。耀兰姐姐，月轩在生病的这段时间，一直是你在照顾她的吧？是，他的药都是我亲手熬的，而且夜里也是我起来几次，看看他的烧退了没有。真是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交给别人做，我也不放心。耀兰姐姐，不如我们当个朋友吧。以后月轩有什么动向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要是你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帮忙，你尽管找我，包在我身上。龙小姐既然不嫌弃，妙兰当然愿意做你的朋友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对了，这是我让我爹请了城里最好的郎中给月轩开的中药，你帮我熬给他吧。好，交给我吧。好了，妙兰姐姐，我自己走就行了，你不用送我了。龙小姐慢走，以后叫我墨画就行了。走了。今天梳得不错，手艺也见长。谢谢娘夸奖。妙兰特别留心，向海棠学了些本事呢。看来你们相处得很不错。回娘的话，海棠为人和善，也乐意教我。她说，万一日后自己离开了朗家，也好让我来接替她，好好替娘梳头。你是说，她还是想离开朗家？是，她说，自己不是朗家的人，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。看来，她还是不安分，心也在外面，时刻想走。其实也不能怪海棠，她在外面跑惯了，再加上她多少对大少爷和月轩少爷换婚的事心里埋怨，所以就想出出气吧。她怎么出气？娘您不知道啊，就是她让月轩冒着大雨到湖心岛采什么莲子，才害得月轩病了。青青昨天气不过，去找海棠理论，却被大哥责骂了一顿，还差点动手打了青青。她昨天晚上伤心的哭了一晚呢。
真不像话。这个海棠真得好好教训教训她。嫁到我们朗家，就要知道我们朗家的家法。是，还有什么？昨天我看见海棠弄了些什么醋啊草的，在往大哥脸上涂。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妙兰怎敢在娘面前撒谎？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。走，跟我去看一下。顾海棠，娘，太太，你在月明脸上涂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我在问他。回太太话，这是海棠用植物自制的面膜，涂在她脸上可以软化肌肤，对伤疤恢复起来是有好处的。是啊，娘，这东西呢叫芦荟。你跟我来。娘，娘，你是不是在娘面前碎言碎语说了些什么？是娘一定要问的。海棠，你为什么要在月明脸上涂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太太，这件事情我跟您解释过的，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你现在是朗家的大少奶奶，不是化妆女，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了。万一有毒的东西混在里面怎么办？月明的脸不是你的试验品。太太，我是真心想要治好月明的脸，那些东西也是我亲手调配的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还有啊，还有，月明的脸当初请了多少名医大师，用了多少奇珍异宝，全都没用。凭你的三脚猫功夫，能医得好月明？太太，您不要瞧不起人，没听过没见过，并不代表不存在。我不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呢？放肆！你这是在教训我，没有见过世面吗？海棠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那天月明生日的时候，我见他一个人伤心地站在水边，当时我就在想，能帮他做点什么。其实我治好他的脸，不也是帮到他了吗？你想去帮谁啊？他是你的丈夫，你嫁到我们朗家，就要想着相夫教子。你那三脚猫的手艺，怎么能医得好月明的脸？太太，您怎么知道海棠就一定治不好呢？海棠，做人呢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月明的脸，不是来给你闹着玩的。我没有闹着玩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月明商量好了，是他允许的。大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？月明是我的儿子，他的脸治不治是我说的算。出去！如果我能治好月明的脸呢？月明的脸是治不好的，你就别费心思了。如果我真的能治好月明的脸呢？那你就是朗家的大恩人，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。好，海棠别无他求，只求一封休书。哼！原来你时时刻刻都打算离开我们朗家，怪不得这么不安分。我告诉你，没人可以同我谈条件，在朗家还轮不到你来跟我做交易。我好心劝你一句，安安分分做你的大少奶奶，收起你的野性子。我的好脸色也不是随随便便给的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对本次祭祀的安排还有筹备。这一次我特地请来了一位风水大师，大师对祭祀的过程都做好了精心的安排。不过大师特别强调，只有让咱们昆阳城这个胭脂行当家中的所有男丁全数到场，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行业的顺风顺水呀。是老板安排是。不过，我听说了朗家的大公子一向是深居简出啊，我在这儿郑重的邀请朗大公子也一块儿参加祭祀，也好为咱们昆阳城做个表率吧。哎，石老板，
您是多虑了。朗兄对咱们商会那向来是尽心竭力，况且他家大公子又没什么见不得人之处，他怎么能不出席参加呢？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想到施继周要打月明的主意，都怪我，劝你别跟他争，要不然祭祀的主事也不会落到他的手中。一只乌鸦若一直觊觎屋顶悬挂的腊肉，它的口水是不会停止的。老爷有什么打算吗？月明不出现，我会背上惹怒花神、消败行业盛况的罪名；而月明出现，打击的是朗家的生意和名誉。他是算准了这一点，降我一军了。老爷，名誉生意我全都不在乎，但是他要将矛头对准我们月明，往他心窝上戳，我绝不答应。看来这件事我们没有退路了，只能迎难而上，随机应变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去找爹去。哎，你别去了。今年的花神会跟爹没关系，主办人是诗航路的老板施继周。在你生病的时候，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。那也不行啊！你要是不想去，咱们就不去。我找施家说去。他们为什么提这么无理的要求？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月轩，别冲动。你现在过去找人家的话，岂不是落了一个口实？哥，你要是不想去，就有不去的办法。为什么不去呢？月明，全昆阳的男丁都要去参加，你有这个权利，也有这个义务去啊。但是，我这个样子可以代表朗家吗？恐怕花神见了都会生气吧。花神是神，他怎么会以人的相貌去论长短呢？可是人会啊，他们都会嘲笑我。再说了，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。我理解你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困在一个地方，没有出去过，也不了解这个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，是什么样子的。可是你记不记得，我跟你说过，你的脸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。你要试着打开这个面具，也打开你自己。我相信你可以做到。我真的可以吗？你可以的，相信我，交给我吧。不可能！也许月明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，这10几年他也躲够了。虽然是危机，也未尝不是转机嘛。施继周大费周章给我们下了这么个套，他一定会有后招。难保倒是不会有大难堪等着月明。你平时不在意我也就算了，他可是你亲儿子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就是再不济，也不至于推自己的儿子出去被人指指点点吗？那你赶紧想个办法，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。是，我可以说月明得了风寒不宜见人，甚至送他出城去。但是这样做好吗？月明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你难道要他躲一辈子吗？为什么不借着这次机会克服他的心魔呢？现在这是走不走得出去的问题吗？现在是往人家的陷阱里去呀！既然防不胜防，不如见招拆招。施继周苟且鼠辈，我堂堂朗家何足为惧啊？你不怕我怕。月明这么多年将自己困在房中，连生人都不愿意见，更遑论置身人群之中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伤害我儿子。如果你非要这么做，就是想拆散这个家。我只是提出一种解决方法，至于做不做，我们还要和月明商量，征询他的意见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？没有什么好商量。我看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反正我在你心里从来不是温柔可人的人，我才不在意。够了！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月明，我决定了，我去。月明，娘，只要你们做我坚强的后盾，我就没什么可怕的。
这样才是我郎4年的儿子。这阿文到现在还没回来吗？阿文说了，说是朋友家有事，他要去一趟。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的，花神盛会也没见他来帮我一次，整天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老爷，这事儿你可怪不了阿文。阿文跟我说了，其实好多次他都想帮你办点事，但是他一出手你就骂他，笨手笨脚的，我能不骂他吗？老爷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阿文呐，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有什么话你能不能好好跟他说？非得这样动不动就打他就骂他吗？我是爹，他是儿子，我不管他谁管他呀？我这管他也是为了他好嘛。你再怎么管也不能像上次打得那么狠，吓得他好几天不敢回家。我是打狠了点儿。行，等他回来，让他到书房来找我，一块泡泡茶，聊聊天，疏通疏通父子情感吧。老爷今天心情特别好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？这好事儿，自然是落在心情好的人头上。这你就不必操这份闲心了。万千披锦绣，上劳点缀贺花神。至此锦绣良辰，昆阳城帅首率辽左，携昆阳万民，设祭坛，摆旦会，罗四方珍馐，燃万盏花灯，共盛修斋，为民祈福，告于琴曲，奉行前客。医院拜，天地顺随其道，万物生生不息，百花盛放，争艳不绝。停！二院拜，花神赐以90，为以农桑，人丁兴旺，行业兴盛，供应充足，产出丰盈。停！三院拜，风调雨顺，道路通达，荫蔽昆阳，足以辟祸躲灾，恩高丰厚，足以福及子孙万代。停！敬香。敬拜花神需潜心敬意，为何戴着面具？如此不恭不敬，花神必会震怒。请摘下面具。法师，我们朗家今天祭拜花神，备了上好的胭脂，能不能麻烦法师问一问花神他喜不喜欢？哼。花神的喜好，岂是你我等凡人能随意揣摩的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戴着面具祭拜花神，你怎么就知道花神会不高兴？你，请朗家还是遵行法师的要求吧，否则花神一旦震怒了，那可是给咱们这个胭脂的行业带来消亡衰败，
和灾难呢。老老爷，你可别连累了大家才是啊！石继昭，你不要逼人太甚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！这个配方的原配方是宫廷美容秘方800散，我又用了西洋的蒸馏提纯法重新提炼了一遍。现在这个脂粉有遮瑕作用，而且因为成分天然，对皮肤没有任何刺激。海棠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天赋，居然可以推陈出新，研发出这么神奇的东西来。只可惜，现在只能算是个半成品。半成品？就是不能持久，只能暂时遮住疤痕。真正的成品，可以完全与皮肤融合，看不出任何痕迹，还能活化肌肤，美容养颜。敢在我面前耍伎俩，我倒要试试真假。糟了，胭脂水粉都是怕火的，我的配方。大家看，他的脸。月明，快大家快看呐，看他的脸。
呢？这么大个铺子，客人都跑到哪儿去了？掌柜的，老爷，自从花神祭祀后，别说来进货的商贩，这几天呢，就是本城的熟客都不来了。你看这么大个铺面，没人呢。别的店铺也是这个情况。这个，掌柜的，哎，二位，里面请。二位有什么事吗？这些珍珠粉我们要退货。可小店本小利薄，这商品一旦出售啊，加上又是涂涂抹抹的胭脂香粉，都不退的。不退，我可要告官府了。您看这个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如果当真有用，你们朗家大少爷也不是现在那个样子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但凡是要来退货的，只要没有使用过，这统统给他们退。老爷。就停在这儿，谁都不许让。是。师傅，能让我们一下吗？施老爷，能不能让我们一下？我们有急事。哦。好。郎老板，你还好吗？哦，施老板，这么巧啊！听说你最近的店生意兴隆啊！托郎老板的福啊，祝郎立春也生意兴隆啊，生意兴隆啊！恐怕郎家的生意从今往后再也兴隆不起来喽。哎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郎立春是100年牌坊，怎么可能说垮就垮呢？100年牌坊也顶不住有卑鄙小人在身边使坏。哎，郎老板，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。明明是你们郎家在花神忌讳上，不小心暴露了自家的秘密，才会让郎立春的生意门可罗雀，生意清淡呢。这怎么能怪得了别人呢？施济州，你我的恩怨，如今已经上及到我儿子，我不会罢休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可以扳倒我郎家的100年基业吗？那也太不自量力了。和高手过招啊，是我的荣幸。施某人乐于奉陪呀。郎老板，告辞了。哎，等等。哎，走。月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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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千万别做傻事啊！月明，都是娘不好，娘不该让你露面的。娘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才刚消停几天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都怪那个郭海棠自作聪明，还不是让我哥当众丢了丑。月明，太太，老爷来了。老爷，月明他怎么了？他将房门反锁了。月明，开门呐！你不开门，我叫全叔把门砸开。不要，老爷。慈母多败儿。月明啊，
爹对不起你，你是朗家的长子，你能去参加花神祭祀，我很欣慰。你终于可以放下这个心结，勇敢面对自己，面对别人。但是你将自己锁在屋子里面，不肯出来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，就是昆阳城里人人都取笑的那个怪物。我让你走出来，我会陪你站在昆阳城里面，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朗思年的儿子不是藏头藏尾的鼠辈，我朗思年的儿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可以走出去又怎么样？又能改变什么？你想让月明像个玩偶一样站在那里被别人指指点点吗？听那些难听的话？你想让月明忍受那些人鄙夷的目光，像看怪物一样看他？绝对不可以！我情愿他一辈子待在屋子里，只要他活着就好。够了！你真是慈母多败儿。月明是堂堂7尺男儿，就因为脸上的一道疤，一躲再躲，要躲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我不管，谁也别想把月明带走。够了！赤青，送你娘回屋。全叔，哎，太太。月明，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躲在这个屋子里面吗？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。太太，大少奶奶过来了。太太，您找我？跪下。太太，请问海棠犯了什么错？当日花神祭祀，你让月明当众出丑，受尽了委屈，你还有脸说没有做错？我帮月明化妆，是为了帮她走出门，参加花神祭祀。请问这有什么错？月明受到的屈辱，全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还说没错？妙兰，放给我！海棠，太太，海棠认为自己没有错，为何要动用这样的家法？请太太明示。嫁进了我们朗家，还叫我太太，这就是错。你自作主张，令月明当众出丑，就是大错。嫁了人竟然还惦记着休书，就是错上加错。动家法。第一，我是被骗进来的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嫁人，我为什么要改口？第二，我好心帮助月明，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伤害他？第三，是朗家无意，我只想要回我自己的自由。请问太太，这些都有什么错？长辈教训，竟敢不恭不敬，还不动手！太太，放开我！海棠不服，海棠犯了什么错，要动用这样的家法？我并没有错。哥，尽管你不愿意走出狼府，但这一次，你能选择去祭拜花神，
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。我知道，你心里有100、1000个不愿意，但是为了郎里春，为了这个家，你还是勇敢的去面对了一切。你还让海棠帮你化了妆，你的用心良苦，我懂。我又能怎么办呢？郎里春的100年基业，总不能毁在我的手上吧？哥，总之不管什么时候你愿意走出去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就像咱们俩小时候一样，谁要敢取笑你，我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少爷，太太要对大少奶奶用家法。住手！闪开！让开！海棠是为了我好，如果这样也要打的话，那我们朗家岂不是成了是非不分之徒？他自作主张让你当众摘下面具，让那施济州钻了空子。我打他是为了让他长个记性，让他学会量力而行，凡事不可强出头。妙兰，等什么？接着打！娘，不能打！娘，不能打！娘，是我鼓励我哥去参加花神祭祀的，是我没看好海棠，让他给我哥化了妆。我的错比海棠大。如果你心里有气，就罚我吧。玉轩，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！你们一个个都是冲着我来的。月轩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哎，海棠，海棠，你没事吧？慢点。海棠，对不起啊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这是因我而起的，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想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你一定不会再挨打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药呢，是我爹为了减轻我脸上的痛苦，特地叫人从南阳给我带回来的，药效特别好，我帮你擦擦吧。那个，要不我去叫个下人来帮你擦药吧，你坐一会儿啊。不用了，月明。月轩，嫂子，你装装样子就好了，何必真打？平时的机灵劲儿都到哪儿去了？伤哪儿了？疼不疼啊？没事儿，经常摔摔打打的，习惯了。不过，今天你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真打，这对于我来说，
一点感觉都没有。